大家好，上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话大家都看了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是一字不差的看完，热血沸腾。黄仁勋 Jensen 说，一个新的时代来了。我感觉他说的就是类似 iPhone 问世的那个时刻。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发了个 YouTube 帖子告诉大家，我要调仓了，要买入被低估的软件股。今天我就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调仓，怎么调，如何根据估值买入这些低估的软件股。注意，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，任何股票代码都不代表投资建议。我为什么要在6月1日进行调仓？因为6月的股市波动会非常大，大跌大涨都有可能，尤其是 AI 股。今天 Jensen 又说了一句Marvell 应该是1万亿美元的公司，这股票立刻暴涨 20%。 这个 Marvell 我以前也讲过，它是和博通一起的，都是定制 TPU， 而博通 AVGO 明天就要发财报了，如果非常好的话，又可以带出一波上涨。我经常在 YouTube 上发帖子，大家都打开下面的小铃铛，不要错过。我周末发帖子就说6月会有大事发生，而且这些大事是接连不断。首先，从昨天开始，川普和伊朗又开始拉扯，这个油价开始暴涨，到底是交出浓缩铀还是封锁海峡都不知道。6月15日 SpaceX 准备上市，会吸走大量的资金，导致股市震荡。更厉害的是6月17日到18日，刚上任的沃什第一次召开联准会记者会，这个可能是要给下半年全球资产定个调，股票、黄金是涨还是跌，都要看这次会议发言。而到了6月18日，大型期权集中到期交割，各种机构避险、城市交易同时发生，就会出现各种没有原因的急涨急跌。而6月24日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我的第一大重仓股美光的财报日，所以这个6月份大家都系好安全带。为了防范风险，我最近2-3个周都在逐渐卖出涨幅比较大的股票。我不是不看好他们未来的发展，只是因为5月的财报已经过去，热度消退了，所以要收割一些利润。剩下的时间如果没有什么利好的新闻，可能市场就开始传鬼故事的，尤其是美联储的政策、通胀、战争、中期选举这些风险事件必须考虑进去。所以最近我就割出了一些上涨比较高的利润，准备进行再次调配。只要今年6月到11月市场逐渐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消化下去，那么从今年到未来的2年，我认为将是波澜壮阔的大牛市。而周一，辉达执行长 Jensen 的发言让我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，看到了方向。他说的话都是我们发财的方向。而这个方向之一就是我要拿出一部分资金买入被低估的软件股。后面我会告诉大家具体的股票和 ETF。今天我们就先讲一下干货。在 Jensen 2个小时的发言中， Vera Rubin 系统、 AI 智慧工厂全部都是重点，这个我不详细解释，因为之前我做影片都告诉大家了，我现在65%-70%以上的仓位全部都是辉达、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AI 工厂的上下游，包括存储、SADK、美光、ETF、DRAM、GPU 英伟达、CPU、ARM、AMD、Intel， 还有先进封装台积电、日月光，连接的就是康宁玻璃、JLW、Marvell， 还有什么 ETF、SOXX、SMH 等等的。TPU 就是 AVGO 博通，这些都是核心仓位，必须保持。但是我也会把这些涨得太多的利润拿出了一部分，买入之前被低估的股票，比如英伟达、台积电，继续加仓。一会儿还讲到软件股，我如何看一个股票现在是否被低估了，是否还有上涨空间？我用的就是 investing.com， 非常专业实惠，里面就有一个估值系统。我就说过很多次， NVIDIA 现在的价格非常低，按照公允价值和分析师的模型测算，都说还有 20%到30% 的上涨空间。昨天英伟达就开始启动了大涨6%的上涨，市场就是突然看到了英伟达真正的实力，这个股价就会起来。Investing.com 里面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 ProPick AI， 台股、日股、美股各种策略每个月1号调仓。台股晶片股冠军策略昨天就是刚调仓完毕，11年收益22倍，新手跟着他买就可以了。现在用我的链接购买，有 50% 的优惠，再加上额外 15% 的打折。只投美股的朋友就选择 Pro， 要看台股、日股等全球股票的朋友就选 Pro 加。每个投资股票的朋友一定要有一个专业又实惠的投资工具。购买链接、选股教程我都放在置顶留言和信息栏里。所以总结一下，黄仁勋前1个小时发言就是告诉我们， AI 核心供应链上下游的半导体这个核心仓位不能变。你要变的话，就是割出涨得比较高的利润，然后把它们调到公允价值比较低估的股票上。接下来就是重点，黄仁勋在后来的1个小时里
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世界观和投资逻辑。大家都知道，以前我很少讲软件股，就是因为最近1年多软件股跌的都太多了啊，基本上都是腰斩，比如 Adobe、Now、Oracle、CRM、Palantir 等等的，他们全部都是超出预期，但市场每天都在砸盘，因为市场怕 AI 会让这些软件公司倒闭。但是从上周开始啊，这个风向就变了，跟踪软件股的 ETF IJV 从下跌到站上了200日均线。为什么这个200日均线非常重要？因为它是世界投资机构量化城市公认的牛熊分水岭。加拿大、美国的养老基金、主权基金、共同基金等等的，他们内部都有政策规定的，只要价格站上200日均线，基金经理才允许加仓。所以这个软件股 ETF IJV 它的价格站上了这条红色的200日均线，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对软件股的态度已经改变，由熊转牛。这个就和 Jensen 在演讲中提到的是一模一样的。Jensen 就说 AI 不仅不会替代或消灭软件，反而会开启软件行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繁荣期。所以之前软件股下跌就是一次经典的认知错差。为什么黄仁勋有信心这么讲？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产品 RTX Spark 芯片。我发现这个台北现场听演讲的朋友听到这些新产品的时候，掌声和欢呼声没有那么热烈啊。我觉得至少有持续5分钟以上的掌声和尖叫。可能在座的大部分人还不理解 RTX Spark 芯片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未来。今天我就不讲什么玄幻的参数了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以前软件股被错杀，就是因为 Windows 无法直接让 Cloud、OpenAI 从这个 Windows 的最底层直接进入软件里面操作。AI、Windows、软件这3者是相互隔离的，这个就好像你去吃烤鸡啊，你点单机、餐桌分别是在3栋不同的楼里，隔得还非常远。这个 AI 服务员把这个鸡给你端上来了以后，你发现还要自己拔毛炒菜啊，这个就是非常麻烦。所以有时候你用这个 Windows 觉得还不如自己去操作这些软件啊，自己做鸡比较方便。所以这个辉达把这个微软 ARM 叫到了一起，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重新设计了一个全新的 Windows CPU、GPU 架构，这个 RTX Spark 芯片。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 Windows 软件、计算机硬件全部都放在一家饭店里。Windows 和辉达的芯片就是这家饭店， AI 就是员工大厨，软件就是各种配方和工具。以后你要点菜就直接告诉你的笔记本啊，给我做一道法国料理，食材要选日本和牛。这时候你笔记本里面的本地 AI 或者是线上的 Cloud， 它就会调用 Windows 里面安装的所有的软件，它哪个软件适合它就给你直接调出来直接用。黄仁勋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一个设计师用一台笔记本想要做装修设计，这个 AI 可以直接在设计软件、工程软件、3D 渲染软件这个 Blender 里面相互切换，最后一个工程流走下来，直接输出专业的成品设计。它这个就不是现在 AI 模型自己直接设计出来的那种的非常粗糙的，它是专业软件出现的设计。所以以后我们只要有了这个笔记本，每个人都可以当装修设计师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个辉达实现这些功能，它的护城河最厉害的部分叫做 CUDA Library。它这个 CUDA 里面设计了无数的数据库，几乎所有的工业软件，只要你使用英伟达的芯片，它都要用这个数据库来开发自己的工作流。辉达现在就把这个 CUDA 和这个 Spark 芯片整合了，然后又和新的 Windows 连起来，这样这个 AI 就可以从最底层的 CUDA 和 Windows 代码里面，就像打了一个通道一样，可以最直观从最底层的代码来理解你的什么 HR 软件、装修设计软件、采购软件、3D 软件、游戏软件怎么如何操作，它从代码层面知道了，而不是现在 AI 那种的截屏分析到底怎么操作，它是从底层的代码直接知道的，所以它就可以调用不同的软件，最后给你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。所以在不远的未来，可能就是半年以后，这个 AI 就可以无缝操作你的电脑软件 Windows， 直接给你打工。我说这么多，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还没有什么概念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几个月以后你有了这台电脑，所有的软件都适配成功以后呢，你就跟 AI 说，你帮我用这个 Salesforce 软件采购全网最受欢迎的产品，然后在亚马逊上上架，用什么 Adobe 美化图片，再写好文案，剪辑成 TikTok 影片，在网上引流，销售产品。
然后所有的客服都是 AI， 客户就直接问问题就可以销售了。一台电脑就是你一个所有的工程流的员工，什么都可以干，只要你有想法，它就可以给你创造出无限的利润。现在辉达和黄仁勋提到的一个软件叫 CDNS，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用 AI 设计和测试芯片，以前1个月可以做完的事，现在只要几个小时，全都是无人操作的。所以在未来只要你有想法一台电脑就能开创你的一份新的事业。所以黄仁勋在演讲开篇就一直说 Compute is revenue， 算力就是金钱你有了算力你就有了智慧，你有了智慧你就有了金钱。我对这个事情是特别敏感的，因为这件事情我以前其实就经历过。我曾经手工组装辉达显卡的机器进行以太坊的挖矿，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同行开始用笔记本挖矿，他们就买了无数的笔记本就这么开着挖。6、7年前那真是7乘24小时赚钱。黄仁勋说的算力就是金钱，这件事情很久以前就实现了，而且未来还会持续，不用未来，几个月以后可能就会实现了。所以接下来重要的就是如何投资股票。台股投硬件，美股就是投硬件和软件一起投。今天我主要讲软件，因为这是1年来最被低估的板块。我以前也不投软件，但这次真的是辉达把 Windows ARM 全部都打通了，硬件软件 AI 全部打通，未来苹果、英特尔、AMD 也会跟进，软件公司的股价将会崛起。纯软件的 ETF 可以选 IGV， 今年才涨了 3.62%， 最近1个月反弹了 21%， 而这2天也是正式站上了200日均线。 Investing.com 里面有一个 Investing Pro 功能，同时列出了类似的科技 ETF， 费率、收益一目了然，大家都可以点开研究一下。高级的选手投资个股最方便的就是根据这些 ETF 大佬选择前10名的头部企业，在 ETF 页面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股票估值一目了然。比如微软，这里面就有2个公允价值，一个是 Investing Pro 的公允价值比较保守，它的模型测算还有 5.1% 的上涨空间。第二个就是各大同行分析师的公允价值，还能上涨 21.8%。 微软我最近也加仓了。第二个被低估的是 CRM Salesforce， 它还能上涨 20% 到 30% 左右。在 AI 出现之前，这家公司每年都持续上涨，但是就在2022年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大幅下跌。但这个 CRM 是大企业在销售、市场、客服里面绝对不可缺少的核心软件，它的财报也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出现 AI 导致的收入下降，反而大幅增长这个就是错杀。 CRM 我也加仓了。第三个是 Adobe， 它已经研发出了适应 Spark 芯片还有新 Windows 架构的新版本软件。我上一集就讲过现在这个 Adobe 真的是没法用 AI 操作，我都退订了。但是如果新版本真的上线了，它能直接帮我用 AI 剪辑、加字幕、做特效，调用 OpenAI Cloud 一条龙给我做好了，那我一定会继续订阅 Adobe， 而且1个月给大家上3到5支影片。现在这个是我正需要的集成功能。它这股价也是刚刚起来，我还没有买入，我可以观察一下。Palantir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估值比较高，但分析师平均的目标价说还可以上涨 14%， 这个 Palantir 我就没有买。然后比较重要的这个 NOW 这个软件，虽然最近涨了很多，但是这个 Investing Pro 还说它可以上涨 13%。 大家要记住，这个 NOW 是川普的股票之一最近我也把它加仓了一点。接下来还有2个公司我认为可以看一下，但是有点贵，是值得关注的，就是甲骨文 Oracle 和 CDNS。 甲骨文是所有大企业都不可缺少的数据中心软件，然后它有真实的数据中心，它是软件跟硬件双线发展。最厉害的就是这个 CDNS， 不管你是辉达还是 AMD、 英特尔、高通、博通，只要你设计芯片、测试芯片就必须使用 CDNS。 辉达以前要设计半年才能出一个芯片，现在几天就做完了。所以这只股票有点贵，但是贵有贵的道理。剩下几个就有点太贵了CRWD 这只网络安全股冲得太高了，公允价值显示要下跌 30% 左右，所以暂时不考虑。以上就是我的软件调仓方向。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说什么美光还能买吗？我一直都说了好几个月了，到现在你还问这个问题，哎呀，也是有点高了。美光现在我基本是没有卖过，有几个卖点也只是3股5股的这种小卖一点。最近瑞银的高级分析师 Timothy 说要看到$1600一股，
我就问这个 Investing.com 的 Warren AI， 他说啊，这个一线分析师的最高价是$1750一股，因为有这些量化的数据分析和支持，还有我看新闻看这些研究，发现这个市场真的是往这方面发展的，所以我最近又大胆的加了点仓。存储就是王道，而且黄仁勋就在演讲里面说 AI 最难的就是存储，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买一个 AI 主机，让它给我们干活，甚至3台5台主机再加上机器人一起干活。黄仁勋说呢，他这一台 AI PC 至少要 128GB 的高速内存才能运行本地大模型，这个本地大模型只是刚刚开始，未来内存的数量还要翻倍，所以存储就是王道。整体来看，这个 AI 的投资会从 AI 的基建层慢慢往下扩散，先是半导体芯片层，接下来逐渐会进入软件层，最后就是物理 AI。 物理 AI 就是机器人、无人机、各种的 AI 生产线等等的，他们会渗入资讯行业、金融行业、工业生产、太空探索等等的，但是这些都是有节奏的、有时间的。有的股票你现在投它是不会涨的，但是将来它可能就一下就涨上去了，所以我们的投资也是要按照他们的扩散的方向慢慢进行调仓，要有节奏。我之前一直研究未来学，按照这个未来学的估计， AI 扩散到最后的物理层，到了2030年，美国的 GDP 在最好的年份会超过 30% 的增长。这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太震撼了，有点科幻？并不是啊，台湾现在的 GDP 2026年预期已经达到了 9.64% 啊，9.64%，明年就要突破 10%， 这个离 30% 的 GDP 增长是不是已经达到了1/3的状态？所以啊，有 AI 在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最近有一些下跌的股票，什么特斯拉、英特尔、AMD、太空，还有康宁玻璃、JLW 等等的啊，不用担心 AI 的市场大得很，只要是 AI 供应链里面的核心股票就不用担心，跌是因为之前涨得太快了，他们的基本面都没有变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，我都会看，也会选出最有价值的问题做影片给大家讲解。投资的朋友不管新手还老手，我真心推荐 Investing.com， 用它做你的一站式投资估值工具，可以帮你找到低估的股票，也能防止你头脑发热买入疯狂高估的股票。50%加 15% 的优惠链接放在信息栏和这里留言，点击就可以购买。我选的是 Pro 加，一步到位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